爷爷说，我娘怀胎7月就生下了我。出生那天，母鸡打鸣，百鹰啼哭，六畜发疯，村中诡异之事接连不断。牝鸡司晨，阴阳颠倒，六畜难安。这孩子先天不足，不祥，大凶啊！我出生的第3天，父母就离世。老天爷，你是想让我们张家绝后吗？因为我先天不足，发育也慢，3岁还不会说话。村里人都说我脑子不太灵光，但是我总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爷爷没有办法，为了我能平安长大，让我认了村头的老槐树做了干爹，这样一直过了18年。要下雨了，姑娘，打雷了，别站树下面。姑娘，糟了，出大事了！爷爷，刚才我在路上。后生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啊？你像什么东西？回家问你妈去。爷爷，黄郎中他怎么？什么黄郎中？这是黄皮子想借口成道，用你的命来讨封。爷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想活命，就照我说的做。黄皮子最爱吃鸡，把你的头发掺米喂给公鸡，公鸡阳气重，又沾了你的人气，能替你挡灾。爷爷，都准备好了。明日一早开门看，若是公鸡不见了，这灾就算躲过去了。爷爷，母鸡不见了。结巴什么？一个黄皮子，我老头子还能怕了他不成？爷爷，你让我抱着鹅干什么？鹅是黄皮子的克星，今晚你抱着鹅躲在床底，他有胆赶来，也没胆动你。后生，别躲了。找死！方子上的几味药，只有邻村的阴阳药铺才有。初一，我转身看到4个轿夫步伐轻飘一致，一跑一跳抬着花轿走过，轿窗帘掀开，一年轻貌美女子冲我羞涩一笑。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来了。等我再回头看，花轿已经消失不见。爷爷带着我回到了阴阳药铺，看到小婉，我又像是看到了轿中的美貌女子。我看这位小哥心神不宁，我这刚好有一碗安神汤，喝了安神定心。发什么呆？还不快接着！爷爷与小婉在一旁抓药，我趴在柜台上，单手撑着脑袋，看着小婉与爷爷忙碌的背影逐渐模糊，闭眼睡着，进入梦境。爷爷说，如果撞见晚上娶亲抬轿，
要闭眼转身默念。冲撞物怪。初一，小婉，教中女子从教窗探头，朝我微微一笑，手上红手绢扔出，正盖在我的头上。等我再扯下手绢，眼前花轿消失不见。怪了！我匆匆回家，看到爷爷在擦拭八卦镜。爷爷，小婉姑娘是不是今天嫁人？嫁人7天前，小婉的家里要她嫁给一个病痨，小婉不肯，在家中自缢了。不可能，我在路上明明看见她在大花轿里坐着，还给了我这个。看清楚你手里的东西。柳燕青在看向手里，红手绢已经变成了一团麻绳，我顿时满脸哭相。小婉出殡当天，凶官落地送不走，官将死了好几个，你拿了这麻绳，就被他吊上了。爷爷，你可别吓我，那不是还有轿呢吗？今天是他头七回头看，你看到的不是轿，是官。爷爷，你这抹的什么呀？想活命就给我闭嘴！香灰遮人气，现在赶紧把这麻绳丢到他生前的屋子里，否则他顺着这玩意就上门找你了。我推门进屋，把麻绳扔在地上，地上板凳翻倒，板凳上方女子双脚悬空。爷爷，她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小婉这是怨气在喉，不肯走啊！要送她走，就把她的怨气吸出来。抱住小婉双腿，将小婉放在地上，苦着脸要亲下去时，小婉突然睁眼，我吓得向后坐在地上。糟了！爷爷拉起我，跑出屋子。爷爷让我袒露后背，趴在床上，拿朱砂笔在我背上画符。既然他执意要你当着冤亲债主，那就成全他。爷爷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。今晚他来找你，只能看，不能碰。我身穿喜服躺在床上，紧张闭眼。屋门开，小婉进门，瞬间移动到床边。初一，子时3刻到，该上轿了。小婉，不能碰啊！我看向小婉，小婉面目凶狠，伸手朝我抓来。我转身袒露后背，背上一道光符闪现，打向小婉。小婉立刻吃痛后退，跑向门口。爷爷高举八卦镜，八卦镜射出一道金光，照在小婉身上，小婉定在原地。趁现在把他的怨气吸出来。我跑过去，亲在小婉唇上，用力吸一口，口中吐出一阵烟气。小婉化作一抹光亮消失，地上留下一张红手绢。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爷爷与小婉站在面前。自此向东3里有个无名村，村中有位纸扎匠，懂些穴位按摩之法，不妨带小哥过去一试。多谢小婉姑娘。老话说，指人不点睛，指马不扬踪，扎指这行当的禁忌太多。等会你到了之后，不要乱翻，不要乱看，切记万万不可去看点了眼睛的纸人。我记住了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纸扎匠不在家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外面找他。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出门寻找爷爷，可村中不见一人，村路上到处撒着成片的纸人。我疑惑地捡起一个纸人，却发现纸人的眼睛好像在盯着我看。我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扔了纸人。姑娘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从这条路走过去？你也被盯上了，你也被盯上了。什么？盯上？你看到了他的眼睛，想活命就一直向西走，出村子2里地，中间千万别回头。初一，爷爷，我在这。坏了，纸人不点睛，你这是惹了大祸，被盯上了。那怎么办啊，爷爷？疼！想活命就给我闭嘴！爷爷抓着我的手，在纸人身上写下柳燕青的生辰八字。现在立刻拿着这纸人，走到村口，先拜4方，再把它烧掉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快去，我去找扎纸匠。爷爷让我拿着写有生辰八字的纸人，跪拜4方，得罪勿怪，得罪勿怪。爷爷，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人上烧，你活腻了。不是你让我烧的吗？你呀，
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着了那祸害的道了。爷爷撸起我的袖子，露出乌黑色的左手和手臂。此时的我左半面脸乌黑，右半面脸正常，在乌黑的半面脸边缘写着一半的生辰八字。爷爷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那祸害装成我的样子骗了你，用自己的八字烧纸人，烧完你也会变成那玩意儿。爷爷，救我！想活命，就按爷爷说的做。混账，纸人为什么没烧完？我烧到一半，风太大把纸人吹走了。哎，走，快去找。找！老匹夫，你坏我的好事！祸害，今天爷爷收了你。快，准备童子尿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拖！做什么梦呢？还不快谢谢人家！不必了，他的血毒阻于经脉，我也不能尽除。你们还是赶紧去找那位湘西来的天灯先生吧。你不是我梦？别梦了，快去吧。爷爷，为什么咱们白天不出门，非要等到晚上才去找这个什么天灯先生？点天灯是过去湘西本地人的叫法，他真正的名字应该叫感阴人。感阴人？不错，听老辈人说起过，每当有生人客死异乡，就会由天灯先生以秘术让他们可以行走回乡，赚取佣金。因为生气已经散尽，所以听不得鸡鸣，晒不得日光，必须昼伏夜出。哦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爷爷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闭上眼睛，默念得罪勿怪，得罪勿怪，得罪勿怪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当避不避，后果自理。我忍不住偷偷睁开一只眼睛，偷偷瞧。感阴人手摇铜铃走在前，年轻女子跟在身后，一蹦一跳，从我面前经过。女子突然回头，与我目光对视，莫名一笑。我顿时眼前一片模糊。我再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身穿清朝服装，跟在女子身后往前跳。咦呀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完了，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！女子往前蹦跳，跳进了一个糯米围成的圈内，直接原地蹦跳，跳不出圈。憋住气，走！我僵硬着身体站在地上，爷爷打量着我，捏捏嘴巴，看看乌黑的指甲。尸毒入体，没治了，等死吧！爷爷，别啊！我觉得我还能被抢救呢。救什么救？都告诉你了，闭眼睛，闭眼睛！你还敢偷看？那玩意现在钓上你了，就是把你治好了，他也会来带你走。别呀！我要是没了，谁给爷爷你养老送终啊？那你忍着点，爷爷给你驱毒。爷爷左胳膊搭到右手腕，右手伸出2指。临兵列阵皆在前。破邪！傍晚，一只公鸡趴在我的床上，我则是下半身钻进床底，上半身露在外面。爷爷，你怎么把公鸡放在我床上啊？你懂什么？公鸡睡床，你睡地，命格颠倒，这是让他替你挡灾啊！我连连点头，倒退着钻进床底。我接下来的话，你给我好好记住了，不然谁都救不了你。上半夜，你抱着鸡就在床上睡，让它吸足你的阳气，养足精神。等到2更天屋外起风，你要立刻睡到床底下，听到外面有人喊你的名字，你就学一声鸡叫。初一。哦。3更天落雨，他在喊你名字，继续学鸡叫。初一。哦。 4更天你就睡，5更一到，那玩意会耗尽耐心破门而入，你要立刻把公鸡放到门外，让它打头一声鸡鸣，雄鸡报晓，阳气上升，这坎就过了，不然死的就是你。4更天的时候，我听着门外再无动静，趴在床下睡着了。突然门被推开，5更天，糟了！我顺着绣花鞋仰头向上看，一身红嫁衣，女子低着头，眼睛一亮，面带喜色。天都亮了，你怎么还没把公鸡放出来？糟了！要不是老头子定力好，还真着了你的道了。
爷爷，我睡过头了。治不住你。爷爷松了口气，手指一离开女子额头，女子又是猛地一睁眼，爷爷吓得赶紧两指再点。快拿糯米混公鸡血，老头子的血也镇不住。我转身拿过一碗红米，爷爷一只手捏住女子下颌，女子张开嘴，灌。我抓起一把红米塞到女子嘴里，爷爷松手退后2步，女子口中含着红米，痛苦挣扎。我坐在地上，背靠着树，昏昏睡着。爷爷一巴掌打在我头上，我突然惊醒。荒山野岭你也能睡得着？起来赶路，到天灯先生家还有1个时辰的脚程呢。你们就是来找我师傅天灯先生瞧病的吧？正是。师傅昨日远行，临行前嘱咐，药已经配好了，不过这药还缺1副药引子，你们得去陈家村陈屠户那里找猪苦胆入药。天色阴沉，雾气缭绕，我和爷爷站在村口，村路上到处撒着纸钱，不见一人。我抱肩打了一个哆嗦，爷爷，这个村子怎么阴气森森的？几张纸钱吹到了爷爷的脚边，爷爷扫视一眼地上的纸钱。雾气聚集难散，阴气凝聚成滩，此地有凶祸之象啊！爷爷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哼，回去，今天拿不到猪苦胆入药，你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都说不定。遇山开山，遇水行船。爷爷两手背在身后，让我跟他进村里瞧瞧。跟着我，机灵点，否则出了事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回去了。我和爷爷进到院子中，只见黄屠户跪在屋门外，在地上烧着纸钱，口中念念有词：纸钱开道，买通阴曹不打扰。怪了，家中不见白事，这纸钱是烧给谁的？我们人来到黄屠户面前。天要黑了，他要来了。谁要来了？黄屠户起身，神神秘秘的左右张望一下。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夜里听见猪叫，千万别出声儿，更别出谋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黄屠户，我们是来找你买猪苦胆的，拿了就走。黄屠户从门缝里露出半张脸，神色紧张，让我别出声，伸出一只手，将一把纸钱塞到我手里。我给自己烧够了，你们也给自己烧点吧。我扔掉手里的纸钱，只觉晦气，感觉黄屠户的样子像是中邪了。这村子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邪气而不假，可是他嘛，我倒要看看他中的是哪门子的邪。我和爷爷大步进屋，黄屠户慌张爬进桌子下，浑身颤抖，抱着脑袋蜷缩一团。爷爷抓着黄屠户的肩膀，将他拉出桌底。黄屠户抱头求饶。爷爷拨开黄屠户的眼皮，看看眼睛，两指又捏在黄屠户的手腕上号脉，微妙一笑。果然是中邪了，驱邪这一套，爷爷最拿手。去，接一碗童子尿。好嘞，我从桌上拿过一个碗，转身尿完，一手端着碗，一手捏着鼻子递给爷爷。爷爷，最近不要吃多了，有点上火。上火好啊，越骚的尿越驱邪。对症。我从背后抓着黄屠户的胳膊，爷爷捏着黄屠户的鼻子，灌进了一口尿。噗！饶了我吧，我不装了。老家有禁忌，杀猪匠不杀无指之猪，守村人不守有庙之村，否则必有殃灾。我宰了无指猪，坏了规矩。现在一到夜里，只要听到猪狗们的声音，第二天家里必有人死。再这么下去，村里人都要死绝了。村里遭灾，你在这装疯卖傻，就能躲过去了。我不装疯卖傻，不用那祸害，村里人的唾沫就能把我淹死。这灾是你惹的，村里死了这么多人，怎么你没事啊？没事，昨晚我听那祸害在屋外叫唤到半夜，今天死的就该是我了。屋门外传来猪叫声，我扭头看向屋门，不知道是什么声音。猪叫声在门外越来越近，屋门突然晃动，猪叫声不停，好似有猪在外堵门。黄屠户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完了，完了，他来了！黄屠户，黄屠户！屋门晃动更加剧烈，好似就要破门而入。我慌张推到爷爷身边，爷爷，他要进来了！爷爷抄起桌子上的杀猪刀，大喝一声：“找死！”杀猪刀从手上飞出，狠狠地钉在屋门上。屋外立时没了动静。杀猪刀煞气最重，是那祸害的克星。今晚之前，找齐10把杀猪刀。我胳膊下夹着2把杀猪刀，在一户院门前敲门，递出一把杀猪刀。
切记，每把杀猪刀都要沾过上百头猪的血，才能镇得住那祸害。我抱着10把杀猪刀推门进屋，手上一松，杀猪刀散落一地。爷爷坐在院中的椅子上，威武霸气，手握桃木剑立在地上，两眼盯着院门。院中刮起一阵阴风，吹动院中落叶。爷爷两眼警觉一动，院门被风吹开。神兵火急如律令，是。桃木剑落地，爷爷向后一个趔趄，背靠屋门，定住脚步，看一眼空空的两手。好重的煞气！院中升起一团黑雾，飘忽不定，先后传来一男一女愤怒的声音：“这姓陈的今天死定了，谁都救不了他。黄屠户就在里面，想要他的命就进来拿。”爷爷手上在屋门上拍3下，屋门打开，爷爷一步跳进屋中。我与黄屠户各推一扇门，门外猪叫声不断，不停地撞击屋门。我随着被撞击的门一颤一动。爷爷，顶不住了！这祸害煞气太重，老头子也降不住他。让你们准备的杀猪刀呢？上面10把杀猪刀紧挨着绑在一根竹竿上，刀尖朝下，排成一排，挂在门口上方。乍一看，像一口悬在半空的铡刀。好，杀猪过百，煞气如海；杀猪过千，法力无边。放他进来，用这10把破百杀猪刀送他上路。我与黄屠户放开门，站在两边，各拿一端竹竿，只等爷爷一声令下。斩！我与黄屠户往下落刀，10把杀猪刀像铡刀一样落下，从这团黑雾中间展开，黑雾消散。从门外咕噜咕噜滚进来一颗猪头。什么玩意？还不是给老头子做了一盘下酒菜。我瑟缩着坐在院门口，爷爷一巴掌打在我脑袋上，我瞬间惊醒。爷爷，你怎么又打我啊？臭小子，睡得和死猪一样，不打你能醒？喝药。喝了这猪胆汁，小哥这病10分已经好了9分，想彻底痊愈，最好去找那位出马师给看看。我在后山坟地里打转，走过一个墓碑，又遇到一个。我盯着刚路过的一个墓碑，上面刻着五通神墓，我心里有点害怕。爷爷，咱们好像走了一圈又回来了。你也感觉出来了？那个五通神的墓碑，咱们已经路过3次了。五通神？爷爷急忙跑到墓碑跟前一划拉一看，糟了，真的是五通神。爷爷，这五通神有什么不对吗？过去关外有术士喜拜5仙，狐、黄、白、柳、灰，就是狐狸、黄皮子、刺猬、蛇、鼠，凡有修成道行的就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，民间就叫出马师，尊号就是五通神。咱们要找给你瞧病的这位就是其中一个。那这是死了吗？他这是想试试咱爷俩的斤两，弄了个鬼打墙，障眼法，现在就破了他。爷爷让我弯腰，抬头，看准墓碑，我全都照做。爷爷，看准了，撞过去。撞？叫你撞你就撞，废什么话？爷爷一脚踹在柳燕青屁股上，我不自觉闭上眼睛。啊！我直接一头撞进出马仙的怀里。出马仙一只手按住我的脑袋，一只手提着灯照亮柳燕青的脸，口中默念：一盏明灯起，万物皆顿醒。二指在桌上香炉碗中过一下香灰，点在我额头。我猛然睁眼，目露凶光，龇牙咧嘴。出马是一个巴掌扇在我的青脸上。大祸临头，谁家的院主不肯走？我收起凶狠表情，目光呆滞，开口说话却是女子声音：回家。竹送死，米送生，要竹要米，要米。怎么样？井边绕。我从倒地的墓碑前一跃而起，捂着火辣辣的脸：谁打我？你自己撞的。跟爷爷说，你都看到什么了？好像是看见一个女的，什么魁家，还有井，又是让送米，又是让送蜡的。你出生当天，魁家闺女遭了意外，含冤落井，之后去打捞，却是尸身不见，难道是被五仙收走，做了出马师？爷爷，这也太邪性了，咱别去了。不去？你想等死吗？按他说的办，晚上你就去他落水的井里送米。我蹑手蹑脚地朝井边走，被爷爷不耐烦地踹了一脚。快点！爷爷，我怕。我眼见就要到了井边，吓得转身跑到爷爷身边，爷爷一巴掌拍在我脑袋上。你怕个屁！有爷爷给你撑腰，你还怕那口井把你吞了不成？可是我……去吧，爷爷在这儿盯着呢。围着井边点10根蜡烛，端着米，绕着井走到第10圈，把米撒到井里。记住，
无论里边问什么，你都要说送你的。我端着米站在井口，探头朝井里看了一眼，紧张闭眼，赶紧围着井转圈走。谁呀？送米的。累了吧？送米的。爷爷焦急地站在不远处朝这边张望，看见我满头大汗，数不清转到第几圈，头脑眩晕，脚步晃荡的样子，叹了一口气。井里传出女子的声音：“送进来吧。”我迷迷糊糊答了一句，就被惊醒，米碗也落在地上。一阵阴风起，一根麻绳从井中飞出，缠在我的脚上。我被麻绳拽倒，拖向井里，挣扎着大喊：“爷爷救我！”爷爷拿出一把砍刀，大步一跃，砍刀落地，火花四溅，砍断麻绳。我慌张站起，指着井边：“爷爷，手，手！”这时，从井里伸出女子2只苍白的手，指甲乌黑，扒在井边。找死！爷爷扔下砍刀，两手拿起2根蜡烛，将火苗一端盖在女子手背上。女子2手背上冒出一股黑烟。女子双手吃痛，缩回井里。老东西，你保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咱们走着瞧。麻绳向井里倒抽回去，爷爷一把抓住抽回井里的麻绳，冲井里高声：“你没机会了，今天老头子要亲自送你上路。”爷爷咬破2指，在绷直的麻绳上划过，拿起蜡烛，在麻绳上一点，麻绳起舞，火焰顺着麻绳直窜向井里。爷爷扔掉麻绳，立刻退后。井口升起一团火焰，井里传来女子痛苦的嘶喊。我睁眼惊醒，见自己身穿新郎服，跪在地上。爷爷端坐在面前椅子上，一脸喜色。女子身穿红嫁衣，蒙着红盖头，与我一起跪在爷爷面前，行似拜堂。爷爷，这是哪儿啊？臭小子，这是在出马师的家里。你在后山碑前病发晕倒，是人家出马师舍了身子救你一命，清白给了你，人也只能嫁给你了。我掀开红盖头，偷瞄眼出马师。出马师冲着燕青羞涩一笑，竟与梦中女子一模一样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在偷瞄眼出马师的花容月貌，低下头扭捏偷笑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天空斗转星移，一道流光落于后山。我爷爷是开义庄的，做的是专门安葬、送还客死异乡之人的生意。今日认公认子，驾鹤西游。凡啸虎、蛇、狗者毙。下葬，天空一声惊雷霹雳，我吓得手一哆嗦，罗盘落地。义庄外，同一时间惊雷闪电，爷爷吓得手一哆嗦，3根香断了2根。爷看看外面，开始下雨，忧心忡忡，害怕出事。爷爷扔掉手中的香，转身去拿新的。我打着伞急匆匆进屋，兴奋呼喊。爷爷转身看到门外一个红色身影一闪而过，神色一凛：“不要在屋内开伞，快合上。”我合上伞，往地上一放，就叫爷爷。爷爷挥手打断我的话，走上前拿起伞，一摸，伞内跳了一下，立刻将伞扔出去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带的什么玩意？赵老爷不是没了吗？他儿媳妇请您去下葬，你不在家，我就替你出手了。我从兜里掏出2条小黄鱼递给爷爷，看见没？给了我2根这个。爷爷怕又是一巴掌。要钱不要命，据说人家父子遭的是妖祸，方圆几十里没一个先生敢接的，万一妖邪降临，你9条命都不够。没那么可怕吧？埋都埋了。爷爷瞥了一眼我手中的金子。可怕，看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吧。爷爷在我2眼点了2下，我低头一看，手中的2根金条变成了2条蚯蚓。啊！土里的玩意，看来你已经被盯上了，就是不知道这祸害到底是什么来头。爷爷话音刚落，门后风铃无风自动凌乱地响了起来。爷爷眉头一皱，嗅了一嗅，妖气来得好快。爷爷，怎么办啊？妖邪不附身，先藏棺材下边。爷爷拉着我钻到棺材底下，棺材板被掀翻，我与爷爷躺在棺材下，面对面，屏住呼吸。爷爷，快出去！闭嘴！任家棺材我是竖着葬的，大头朝下，我怕。头朝下，被你害惨了。我喊1、2、3，一起滚出去。1、2。找到你们了。红衣秀和女带着黑雾，头朝下看着我们俩。爷爷，怎么办啊？红衣女嘴角勾起诡异的笑，怪异的扭着身子走过去。你在这挡着，我去准备家伙。爷爷，你别过来！红衣女带着黑雾猛地一扑，我闪身，红衣女扑空。我们围着棺材转了好几圈，红衣女突然一个闪身消失不见。我松了口气，背靠着棺材，拍胸口喘气，吓死我了。突然，棺
棺材内伸出手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。爷爷！我用力低头，宝剑从头顶飞过，击中红衣女胸口。红衣女痛呼一声，我慌忙跑到爷爷跟前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不知我孙子犯了你什么忌讳，为何揪着不放？关内没有任何声音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如果有什么过节，老头子我在此赔罪了，得罪勿怪。爷爷一只手拉着我上前走，一只手暗暗背在身后，只因变换。爷爷拉着我仰身躲开，黑雾飞出直奔门口。爷爷另一只手将一道扶摇八卦光环打出去。去！哼，算你跑得快。我上前捡起画，打开一看，与红衣女一模一样。爷爷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画怎么和任家儿媳妇一模一样？这妖孽是山魈，真山海经中有记载。真山海经？不错，其善化皮附人身，是血气。我在里面了解过很多异兽的习性，不过听我祖师讲过，当年山海经异兽作乱，都被封在后山了，怎么又出现了？嗨，我以为任家儿媳妇是妖呢，没过门，男人公公都没了，太可怜了。你说人家儿媳妇没过门，糟了，她要是遭了毒手，就成过门丧了。老头子，我恐怕都顶不住，快去找他。是啊。山间小路，爷爷走在前，回头大喊让我快点跟上。我刚想加速跟上去，身后传来一道悠悠的呼唤声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粉雾中4个轿夫间挑一顶花轿缓缓抬出，大晚上的撞见娶亲抬轿。怪了怪了，轿帘被掀开，露出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脸。我怎么在轿子里？2名管家模样的人出现，手持喜符和红花，直接将喜符套到我身上。姑爷该拜堂了。2人架起我走到人府外，门口喜气洋洋，大红龙挂起，一个红点双颊的管家高喊：“人家，这是在哪？怎么这么古怪？别进去啊！”屋内，老太太与爷爷端坐喝茶，桌上点着蜡烛，一位喜服女子站立。爷爷，不是赵老爷吗？张嘴却说不出话。一拜天地。我和女子转身对着门外叩头：“不能拜，别拜啊！2拜高堂，赵老爷任夫人受头。”好，好，好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桌上蜡烛瞬间熄灭，我在睁眼，就看到洞房内红烛高燃。我害怕地看着盖着红盖头的红衣女。红衣女慢慢揭开盖头，我瞪大眼睛，心脏砰砰跳，捂住眼睛。相公，我从手指缝偷看，见红衣女凤冠霞帔，唇红齿白，眼波流转。你是任家儿媳妇？那我是谁？相公是任家少爷啊！红衣女冲我吐出一口红雾吸入，我立刻目光呆滞。我和红衣女越靠越近，嘴唇即将触碰。混账，还不醒醒！你着了梦谧的道了。等我清醒过来，就看到自己抱着木桩搂搂亲亲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们肯定是遇到异兽梦谧了。怪了，怎么连这种东西都出来了？梦谧？可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我，再一醒就在和任家儿媳妇成亲，你也变成了赵老爷。梦谧，声音蛊惑人心，善于造梦。你定力不够，不知不觉间着了道，所幸此妖不伤人性命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！我和爷爷到达任家灵堂，白布白帆，一只猫跳过。猫过灵堂，恐怕人家还有意外发生，快找小月。爷爷，小月不在。不在家。乌云遮日，怕是要出乱子，我得提前布置东西。燕青，去人家的坟那里看看，小月10有8九是被那祸害带到那了。我走到一个大坑前，周围无人，乌鸦乱飞。我看到任家儿媳妇晕倒在坑边，哆嗦告罪，鞠了几个躬，上前将小月背在背上。密林坟地起雾，我左走右走都出不去，急得满头冒汗。路呢？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？走那边。哎，我吓一跳，把小月扔地上。啊！你没死？我当然没死，那祸害被你们打伤，把我扔到那。那这地方怎么走不出去啊？这地方过去是乱葬岗，地势奇特，不熟悉的人根本走不出去。糟了，那祸害追来了！快跟我走！我和小月快速离开，身后追逐声不断。我与小月回到人府院子，急切插上门。爷爷，那祸害追来了！爷爷拼命拉风箱，锅里是一锅油。爷爷又端起一筐鸡蛋递给我。山魈巨生气，这是一筐云鹰鸡蛋，等他撞门，
你就扔一个出去。小月，帮我烧火。爷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生火做饭？做个屁的饭，那祸害道法不侵，我只能烧一锅滚油炸了它。准备。我躲到门后，啪一个鸡蛋扔出去，听到女人的惊呼：“小哥，我并不害人，只是想找个依靠，你快开门吧。”蛊惑人心，燕青，醒来！我一晃脑袋，清醒过来，再出去扔一个鸡蛋。爷爷已经找到了一个坛子。临兵斗者列阵皆前行，怎么还不开？小月，加大火力！小月用力拉风箱。爷爷，鸡蛋快没了，全给我扔出去！我将鸡蛋全甩出去，门外嗷呜一声，砰，门开，黑雾带着2只发光的眼睛冲进来。坏我的好事都得死！收！黑雾被收进坛子，跳动不已。老东西，你困不住我的！炸！我将坛子放进油锅，黑雾嘶吼消散，终于解决了这祸害。任家父子我来处理一番，择日送返老家安葬吧。太平村内，一个老者面对几名村民，每人一根粗木棍，高声大喊：“龙驾不离间！”灵官抬上山，抬棺！众人木棍上肩，想抬棺木，却重如千斤，根本抬不动。老根叔，死者死得蹊跷，不会不肯走吧？晴天白日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再来，抬棺！抬了多少年没遇见过这种事啊！老根叔，还是去找迷雾村的张先生看看吧。你们，哎，老者着急去找爷爷，急得跺脚原地走。你爷爷不在家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爷爷不在，不是有我吗？你能行吗？切！我好歹跟爷爷学了不少，年轻火力壮，百无禁忌。众人再次回到棺前，我憋得脸红脖子粗，想要抬起棺材。切！没有我燕青干不了的事。天象大变，这是要出大事啊！众人还要再抬，爷爷提出棺木，黑雾弥漫，众人吓得四散奔逃。妈呀！爷爷救命啊！爷爷看出我身上隐隐有黑气，给了我一巴掌。干嘛去了？我去抬棺了。爷爷拉开我的袖子，看到一片乌黑。你惹了大祸了！爷爷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阵责骂。那么多抬棺匠都不敢碰，你敢碰，活腻了！我不是年轻火力壮吗？早晚把自己坑了。带我去看看。我和爷爷回到现场，看到地上趴着一人，脖子上还有血洞。是旱魃。什么是旱魃？《山海经》记载的妖兽，每逢战乱灾祸都会出来作恶。你们这些抬棺的都被盯上了。爷爷。
露出獠牙。是。宫庄女痛叫，转身要跑。燕青，我抱棺材板冲上，宫庄女被压住，露出獠牙，面目痛苦。不一会儿就冒起了黑烟。爷爷二指一点，镜子发出一阵光照耀下来，旱魃消失不见。爷爷，搞定了。山魈、旱魃、孟墨这些异兽为何现在接连出现？坏了！爷爷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二目圆睁。密林中，老东西，你这是在作死！燕青，让开！我连忙闪开，爷爷指向油灯，明灯指路，妖邪伏法。火光直奔黑雾，黑雾消散，九尾惨叫一声，身形显现，尾遁吐血倒地。你有伤在身，难道夺取孩子是为了？爷爷，她好像怀孕了。九尾小腹隆起，我腹中孕子，自知为母之苦，岂会夺取子嗣？我受伤是因护孩子。九尾，你再三阻我，待我封印破除，要你的命。就这样，九尾冒着生命危险将孩子们一个个送回村民家。真是你救了这些孩子。未曾想人有善恶妖亦如此，你心怀良善，必有福报。他日我会亲自护你回归禁地。可妖王封印将破，我已无力阻拦，你们快想办法。燕青，我们去把人家父子入土为安，连夜赶回。我和爷爷趁着黑夜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，突然我仿佛听到身后有声音喊：燕青，燕青。爷爷，你听到有人喊我吗？哪有人？你是累了。我继续赶路，仿佛又听见了女子的娇笑声。爷爷，你听到女人笑了吗？我听到个屁！都什么时候了还想？人呢？等过了这一关，我托人给你说一房媳妇。任家儿媳妇张小娥，门都没过就守了寡，你给我说说呗。尽享美事。我摸摸头，继续低头往前走，踢到一个红玉手镯。这么好的手镯，
怎么给扔了？小月挺合适，明天送给她。我偷偷将红玉手镯揣进怀里，跟上爷爷。我和爷爷回到义庄，天还不亮。休息养精，53刻进后山。我躺下，玩着手镯入梦，耳边仿佛响起小月的呼唤，耳边传来小月呼唤：“燕青，燕青。”被子慢慢起伏，燕青笑着做美梦。燕青，快起来，出发了。爷爷，我怀孕了。我挺着大肚子，惊恐看着爷爷。爷爷，我是不是要生孩子了？放屁！世上哪有男人生孩子？爷爷上前给我诊脉，一摸肚子，跳动干手。你昨天是不是带了什么玩意回来？我就在路上看到一个镯子，挺好看，就想带回来给小月。路上扔的东西你也敢捡，活腻了。这是禁地的妖王提前对咱们下手了。我突然感觉到一阵肚子疼。哎呦，爷爷，我要生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生个屁，忍着。临兵斗者皆前行，破！爷爷拳头发光，对着我的肚子打下去。我干呕，吐出绿水，肚子也恢复了原状。50将至，不能让祸害再出来了。走，进山。我和爷爷到封印之地，一块大石头冒黑红雾气，冲天而起。妖气冲天，风！爷爷上前，双手摆出八卦，要推上去却被弹开，吐出一口血。爷爷，糟了，我道行不够，封不住。黑雾中男女脸交替出现。天行一位异兽降世，你封不住我们的。朗朗人间，岂容妖魔放肆？爷爷脚踏八卦，口吐真言，压制的黑雾不断缩小。啊，老东西，你居然用自己的寿元封印我们，你活不了多久。老夫就是死，也绝不容妖祸肆虐人间。爷爷猛地一用力，八卦覆盖石头，雾气消散，只留下一道声音：你封印不了我们一世，我们终将再现。将来自会有人铲除你们。爷爷身子一晃要倒，我连忙上前搀扶。爷爷，你的头发。爷爷修为散尽，也只是将他们暂时封印。你要尽快成长起来，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狼若回头，不是报恩，便是报仇，惹不得。嘿嘿嘿嘿，我家也没有余粮，我爹使劲磕米坛子，里面只有几十粒米。我那会儿也就7、8岁，眼看饿得不行了。娘，饿。他爹。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我去后山拼一把。爹是出了名的猎户，可那饿死人的年月能打得早打空了。为了活命，他硬闯后山禁地。我爹在门左右各画一个圈，放上2块砖，下面竖放，上面平放，各居一边，然后头也不回进山了。听老辈人说，后山的东西惹不得，凡是进去的，没有活着出来的。我爹躲在石头后，端起猎枪，闭一只眼瞄准。定睛一看，狼没了。他揉揉眼，转身一瞅，呸！什么玩意儿敢晃老子这双招子？狗东西，今天吃定你了！大冬天的，怎么会突然打雷？糟了，天冬雷，地异震，谁闯了后山？地气外泄，要出大事！我爹一边啃肉，一手提着狼皮。这么好的皮子，起码换5个大洋。我去镇上换成钱。小孩，能给婶子端碗水喝吗？嗯。婶子蹲着不方便，你把门口那2块砖搬给我做吧。我叼着肉，搬开上面的砖，一转身，灰衣女不见了，一道影子闪进院子。晚了一步，燕青，快跟我去看看你娘。走，先去找你爹。爷爷说，人搭肩膀一只手，狼搭肩膀咬断喉。我爹的债最终落到我头上。我爹进院，看一眼倒在地上面目抽搐的我娘。先生，我知道您有本事，燕青打今儿起，我就托付给您了。凳子，你列了雄狼是因，今天的事就是果，别冲动，让我想个法子。那是狼妖，被他惦记上了，我躲不掉的。凳子，我爹举着火把进山，点燃一处山洞。祸害，你这狼崽子一个都活不了！
入了夜，我爹还没回来，爷爷领着我站在院门口眺望。那一夜，寻狼嚎叫，6次不安，百因气突。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，反反复复，直到我娘走的第7天才安稳下来。燕青，明儿个起，爷爷教你点东西。我就这么跟爷爷平安生活了11年，直到那天我学堂回来。燕青停下，推着车顺着声音走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哥，你知道小义庄在哪吗？我家出事了，去报丧。小义庄啊，前面2里，坐我车吧，我家就是那的。大嫂坐在我车后面，我费了老命的蹬车。大嫂，看你挺瘦的，怎么这么沉啊？经常跟村里男人到后山挖金矿，身子结实。我突然一凉，偷眼一看，灰衣女2只手都搭在我肩上，另一只手还稳稳提着篮子。大嫂，前面就是小义庄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我推车要走，却被灰衣女拉住。小哥，带2馍回去吧。哎，我好不容易骑车逃回了院子，看到爷爷才感觉到安心了一些。爷爷，爷爷，慌什么慌？爷爷，我遇见一个报丧的，他2只手搭我肩膀，居然还有1只手。狼搭肩。爷爷说，人搭肩膀1只手，狼搭肩膀咬断喉。若2手同时搭肩，千万别回头，那是成了气候的狼妖，会咬断你的脖子。不会吧？他还送我2个馒头呢。这障眼法，11年了，这是当年你爹烧死狼崽留下的货，看来不肯放过你。爷爷，那我都把他带到村口了。今晚你去村西头找刘瞎子，一起睡，先撑1夜，我出去准备家伙。和刘瞎子睡？刘瞎子光棍几10年，火气盛，敢惹他的没几个。快去！傍晚，天色渐暗，刘瞎子，刘瞎子，谁呀？我，柳燕青。爷爷让我跟你睡一夜。跟我睡，我看看。你他娘的用瞎眼能看到我才见鬼了！用你那只好眼仔细瞅瞅。刘瞎子用好眼凑到门缝，刚好看到我手里的酒和烧鸡。跟我睡就跟我睡，你还带东西，把我当啥人了？你要不要？不要我扔了。要。很快就到了夜晚，我和刘瞎子各睡一头。刘瞎子，你听说过后山的妖吗？我生来火气旺，虽然没见过也听过。村西头王木匠、刘铁匠在后山倒腾木炭开矿，据说半夜被那玩意儿找上过。刘瞎子说的正起劲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别吓唬我，不然我把你踹床底下。嘿嘿。片刻安静后，刘瞎子，你没完了。这回不是我。门外敲门更急，糟了，那祸害找上门了。我爷爷说，人怕妖3分，妖惧人7成，尤其是刘瞎子这种火气壮的，你出去赶走他。撞个屁！风雨交加那晚，我和村东的小翠。刘瞎子，快想办法，不然屋门被推开，咱俩就完了。狼靠气味分人，涂香灰、草木灰、锅黑都能掩住人味，还不快涂！我俩跑到厅里，互相脸上、身上抹黑灰。来了，快躲床底！我俩跑回房间，钻进床底。一个灰影进来，地上倒影出狼形，我吓得要叫，被刘瞎子捂住嘴，憋住气。我和刘瞎子捏住鼻子，屏息不动。一个狼爪伸到床边，哗啦哗啦把被褥全扒拉到地上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脚步声突然折返，我俩再次捏住鼻子。我和刘瞎子睁大眼睛，死死盯着爪子。狼爪猛然缩回，伴随嘶吼的喘息声，迅速离开。我俩同时从床底爬出来，瘫倒在路上。刘瞎子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你小子来坑我还差不多。5只烧鸡，5坛10年陈酿，不然没完。你等我过了这个坎再说吧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正低头敲着铁钉，把大木相定成型。慌里慌张的，出啥事了？刘瞎子根本
爷爷翻下棺材板，迅速进屋。一团黑雾飘进院子，逐渐消散，露出灰衣女的身影。爷爷透过门缝，二指划过双眼，开法眼。灰衣女打量灵堂，看到供桌上柳燕青牌位，她绕着棺木嗅来嗅去。灰衣女在院中绕了几圈，一无所获。灰衣女恨恨看棺材，转身要走。我从棺里探出头，大口喘气，憋死我了！爷爷，那祸害走了吧？爷爷，救命！灰娘子，人妖10年互不侵犯。灰娘子双眼通红，狂性大发，身形一晃，伸爪直掐爷爷脖子。般若波罗蜜。爷爷扑上去抓住灰娘子双臂，死命拉开。我也跟着跳出棺材去捡木剑。初一，拿剑。我举剑冲上，砍向灰娘子脑袋。你道行不够，狼是铜头铁尾豆腐妖，弓妖。爷爷喘着气，抬头望向远处。蛇，救命啊！远处山腰，一条巨蟒的影子缓缓浮现。糟了，初一，跟我来。我和爷爷来到张铁匠家。张铁匠家院子内，铁炉炸裂，烟尘未散。爷爷蹲下，捏着张铁匠的胳膊、肩膀、腿，浑身骨骼全碎了。这是什么蛇？力气这么大？不应该啊！我知道，是他老婆干的。怎么回事？3天前的夜晚，张铁匠穿喜服，拉着一身嫁衣，带着喜帕的女子往村里走。成婚白天办，你半夜结新娘。后山开矿捡的大美人，后山邪得很，不会是祸害吧？家被土匪炸了，只有他逃出来，便宜我了。刘瞎子坏笑一声，跟踪着张铁匠回家。你捡到的是蛇鳞，看到的是蛇影。我不确定，当时太害怕了。快来人啊！俺家牛羊死绝了。我去看看。你们进屋检查。我和刘瞎子互看一眼，谁都不想先走。那货还见过你，你不先走我可不管。那，你跟紧。进去吧。切，一张蛇皮把你吓尿了。我四处查看，在桌下发现几根金条。张铁匠有这么多金条，看来挖金是真的。炸矿挖金，财迷心窍。他恐怕炸了蛇窟，引来祸害。那女人其实就是……不错，这祸害必须收。走，准备家伙。院子内，爷爷蹲在竹竿旁敲打，让我提着一篮鸡蛋。爷爷，给我这么多鸡蛋干嘛？狼有狼道，蛇有蛇踪，久不衰一个，引那祸害过来。中途不论听到什么，别回头，别应声。那要是回了呢？人有3火。精气神，回头应声就会泄火，3次之后，3气散尽，任人宰割。我记住了。我哆嗦着摔下一枚鸡蛋，开始数步，1、2、8、9，又摔一个。燕青，快！我准备了30年陈酿。刘瞎子，我想转身，耳边闪回爷爷叮嘱：别回头。7、8、9。燕青，娘来看你了。我听到了娘的声音，差点叫出来，连忙用手捂嘴，加快脚步。3、4、5。妈呀，终于快到了！干得不错，剩下交给爷爷。燕青兴奋转身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不远处出现旗袍女，面部还有诡异的纹路，手拿鸡蛋慢慢塞入口中。爷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那祸害庄您声音，我一不小心回头了。去，把屋里桌上的坛子拿来。老匹夫，多管闲事。爷爷敲下最后一根竹竿，双手结印。八卦伏妖阵，起！爷爷，这是什么？
竹竿打蛇，必打7寸。挡不住了，摔坛子。好粗啊！老匹夫，我要你的命！临兵列阵皆前行，朱邪。若回归后山不再伤人，我可放你走。禁地被毁，凶妖下山，你挡不住。消你道行，放归山林，我会寄人破坏山林。爷爷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妖兽接连出现，恐怕是真的。走，去太平庄看看。不知你听没听过老话，7活8不活。7月早产还能活，8月的孩子就难说了。是真是假，我也不清楚。爷爷说，我就是7个月第30天的子时出生的，不知算7月还是8月。恒位难产，保大还是保小？我快决定，再拖就母子都没了。佛度有缘，要医不死，母子2命，缺一不可。不舍一人，2人皆死。老先生，您有办法，求您救命。孕妇耗尽力气，你家老公鸡9年，在于院外柳树下，鸡血放尽，先炖半只，补产妇气力。我爹抓着鸡，正要在院里杀，被爷爷打断。慢，在院外柳树下，人在生子，屋内不可动刀。按我说的手法推拿，转正胎位。听见我娘的惨叫，我爹着急要闯进屋，被爷爷拦住。我老婆怎么样？你自己进去看吧。匆匆离开。我爹冲进屋，片刻后抱着襁褓，身旁是虚弱凌乱的妻子，一脸无助看着爷爷。老先生，这孩子太小了，怕养不活啊。这是百年山参，切100片，每日1片，母康子一安。老先生，我家太穷，我孤家寡人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3月后若能活，必能平安到6岁。6岁，那之后呢？6岁后，我再来带他修医补根基。院外那棵柳树，也伐了吧。孩子就是您亲孙子，将来给您养老送终，求您赐名。爷爷说，我生在阴历30，阎王都厌我，所以叫燕青。转眼我就18岁了。自6岁起，跟随爷爷游走四方，见过许多匪夷所思之事，其中最凶险的便是迷雾村。我和爷爷沿着山路下行，路边一个叫小婉的清秀姑娘在祭拜。黄米饭、白米饭、黑米饭，怕你吃完莫相见。姑娘，迷雾村在哪？你们想吃黄米饭还是白米饭？不是，我是问路啊。你们想吃白米饭还是黄米饭？姑娘，白米饭如何？黄米饭又如何？白米饭活3天，黄米饭活5天。那黑米饭呢？活几天？黑米饭生人不可吃。姑娘，我们去迷雾村有要事，不用米饭，指望指路。迷雾村凶得很，不吃米饭，你们活不过1夜。凶？我跟爷爷什么没见过，快带路吧。跟我走，走丢了可不怪我。我和爷爷对视一眼，跟随小婉的脚步。黄米饭、白米饭、黑米饭，怕你吃完莫相见。随着小婉的身影消散进屋里，我和爷爷也随之进入。雾气浓烈，小婉的身影却突然消失。姑娘，姑娘，爷爷，爷爷。不好，这物有幻觉。燕青，用湿布捂住口鼻。喊了几声都没得到我的回应。爷爷叹气，自己用湿布捂住口鼻，而我因为吸入过多雾气，头晕目眩，摔倒在地。我恍惚看见小婉披头散发，坐石头上梳头。梳头，头发掉，头发掉光，秃子笑。燕青哥，你是？我是迷雾村的小婉，你忘了？咱们是邻居啊。迷雾村邻居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脚扭了，你能背我回家吗？小婉在我背上拿梳子梳我的头发，继续念叨：梳头，头发掉，秃子笑。燕青哥，你头发掉了。燕青，别走了。爷爷，我要送小婉回家呢。低头看看你在哪。我低头发现自己竟站在悬崖边，吓得连忙后退。小婉癫狂地掐着我脖子。死！来迷雾村的都得死。
祸害，还敢猖狂！小婉痛呼一声啊，晕了过去。怎么这么骚啊？薄荷、冰片、樟脑，加人尿，能不骚吗？爷爷，你怎么用尿啊？我倒想用水，可这荒郊没那么简单。爷爷，这村子太怪了，别去了吧。爷爷见过的怪事多了，背上小碗进村。我背着小碗进村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提着灯笼走来，嘴里反复喊着：大头，回来吧！大头，回来吧！与他们擦肩而过。爷爷，这村子好怪，那大头是他的狗吗？大头是他儿子，他在叫魂。他儿子去了后山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切，迷信，丢人该报官啊！在这喊能管用，我给他当儿子。爷爷表面镇定，眼珠偷偷一瞥我。住口，话不可乱讲。这村有古怪，谨慎为上。你们见大头了吗？我刚要回答，爷爷立刻捂住我的嘴，看铜钱稳稳落地。别回答，往前走8步，停3息，再走8步。你们见大头了吗？爷爷，咱们这样走什么意思？装聋作哑，他听到你要当儿子了，再开口你就真被缠上。前面就是我家了，歇一晚吧，天亮就赶紧走，这里留不住生人。到了小婉家里，小婉端着一支燃烧的蜡烛递给爷爷。这里晚上更不太平，千万别出门。多谢小婉姑娘。记住，夜半若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，你们已经被盯上了。哼，吓唬我！你一个姑娘都不怕，我还怕。月影西斜，烛火摇曳，我和爷爷各睡一头。谁啊？外面无人回应，敲门声还在继续。我起身要开门，被爷爷拉住。先别开，听节奏。3长2短，3长2短，不对劲。什么长短啊？说不定是小婉呢。你们看到我家大头了吗？我家大头不见了。是什么大头？这里没有，回去问你男人去。滚！我的目光扫到女子脚下，双脚竟是脚后朝前。爷爷，那女的？女什么女？脚后朝前，邪物，我也惹不起。睡觉去，我守着。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，我正站门口伸懒腰，爷爷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过来。爷爷，你推车干嘛？这是跟小婉借的。昨天我在路上扔了不少铜钱，你骑车去看看，还在。哦，大头！我不是大头，急忙骑车逃。大姐，我真不知道你儿子在哪，别缠我了。我再次骑上车，却死活蹬不动了。回头一看，妇人死死拽着后座。妈呀！我慌忙冲进小婉家，听了我的遭遇，爷爷猛然起身，神情凝重。什么？8枚钱全在，这村子里的人全受了物障影响，不正常了。钱在和人有什么关系？正常人看见地上有钱，有不捡的吗？爷爷，你就别研究他们了。我现在被找大头的大婶钓上了，怎么办啊？想解决他，只能硬来了。怎么硬来？今晚他在敲门，你就认他当娘。我去找小婉准备家伙。他在敲门，你就喊娘，跟他走，让他放松戒备。我用红绳拽着你，到时我和小婉就能收了他。要是回不来呢？怕什么？跟爷爷说的一点不差。到了夜晚，敲门声果然响起。你看到我家大头了吗？娘，我不就是大头吗？大头，跟娘走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回头看爷爷。我跟随女子走在前面，爷爷和小婉拉着绳子紧跟。5更天亮了，这是后山。爷爷猛拽红绳，却拉不动，脸色一变。糟了，大力再拉，红绳断。爷爷和小婉飞奔追去，
远处，散发妇人拼命将我推向悬崖边。你不是大头，你不是大头。大头，你怎么在这？小婉，喂药。小婉应声，掏出瓷瓶灌药。爷爷，这是什么药啊？针灸安神，配合麝香、蟾酥、樟脑、冰片、安息香、薄荷、苏合香，开窍醒神。女子缓缓睁眼，恢复清醒。谢谢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儿子大头早就不在了。年方正二八，圣长在平江。女戏男人唱，如同有人丧，这麻烦大了。小婉惊恐地盯着唱戏男人，显然是认识。这黄木匠，他怎么也变成这样子？这黄木匠有什么不同吗？他是村里人叫的陈大胆，在外做工，晚上不住客栈，困了累了就睡树林、坟头。他说几天前遇到过一件怪事。那时候黄木匠背着锯子，拎着刨子，带着酒葫芦，在山路间行走，感觉累了，就一屁股坐石头上。不行了，歇会儿。过瘾，躺倒睡去。似梦似醒，听到2个小孩叫他黄木匠，黄木匠。谁呀？黄木匠，我家请你去做活。大晚上的做什么活？告诉你爹妈，不去。黄木匠，黄木匠。 2个小孩不一会儿就把黄木匠惹烦了，说不去就不去。黄木匠，我家请你去做活，给你10大洋。10大洋，头钱带路。俩小破还敢捉弄我，再让我逮住，打烂屁股！黄木匠跑过去，见一孕妇倒在路边，我摔了一跤，要生了，家就在前面3里，求你。大嫂，撑住！黄木匠一路小跑，大汗淋漓，就是到不了孕妇说的地方。大嫂，怎么还没到？快了，快了！黄木匠只能咬牙继续跑。听完小婉的话，我有些感慨，这黄木匠不光胆子大，还挺热心啊。不对，要么是他喝醉酒瞎编，要么就是几天前就中毒瘴，脑子出问题了。没错，他跑了半天，才发现自己背的是一块大石头，正围着枯树转圈呢。黄木匠醉醺醺，把石头一丢，气得一脚踢在树上，还不解气，又硬生生将整棵枯树拔起。敢捉弄我！我听的是目瞪口呆，把树拔了，好大力气！他力气这么大，我们根本没法捉住他治病，只能先想法子。走，小心别惊动他。我们小心翼翼绕过黄木匠，他依旧唱着大戏，我忍不住回头，结果脚不小心踢到了石头。哎呦，捂嘴！快跑！众人抱头鼠窜，我们3人狂奔进院，插上门，以为甩掉了黄木匠。爷爷，我们甩掉他了吧？应该甩掉了。不好，他追来了。我被黄木匠撞门的动静吓得原地转圈。那怎么办啊，爷爷？你和小婉先顶着，我去找家伙。我和小婉上前，用肩膀顶着。爷爷快步跑进屋，搬出几根粗棍。小婉，让开！小婉退开。爷爷把粗棍死死顶住大门。这下应该没事了吧？没那么简单，我们惹了他，他不会放过咱们，必须治好他的病。要不算了吧，他力气那么大，咱们治不住的。天黑前准备黄豆、墨豆、9根牛油大蜡烛、9面镜子。找这些东西干嘛？不想死就去。老先生放心，这些我都能备齐。记住，天黑前必须准备好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我抱着箩筐，里面装满了准备好的黄豆、蜡烛。小婉手里也提着墨斗线和几面镜子。爷爷，现在能说这些东西干嘛用了吧？他力大无穷，你就撒豆子，他走一步，你撒一把，踩上就得摔，摔得多了，力气也泄了。我和小婉按照爷爷的吩咐，在门上弹墨斗线。这线有什么用？黄木匠一辈子离不开墨斗，我用它唤醒他的手艺技艺，或许能让他神志清醒些。那蜡烛和镜子呢？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老先生，那我去休息。剩下的交给我和初一。等到半夜了，我都睡醒一觉了，还不见黄木匠过来。爷爷，这都快半夜了，他是不是不来了？咱们睡吧。你去睡，我守着。年方正28，生长在平家。来了，准备家伙，你端豆子守院里。年方正28，生长在平家。
都得死。黄木匠猛地冲我扑了过来，在黄木匠冲我扑来的时候，我将一把黄豆撒出，黄木匠脚下一滑，重重摔倒，又爬起来，继续冲我扑过来。连续几次摔得尘土飞扬，黄木匠愈发暴躁，嘶吼着伏地，改为用爬的向前扑。爷爷，他学聪明了，开始爬过来了。爷爷，他要进来了，快想办法啊！别慌，门上有墨斗线，能唤起他记忆，再不济也能拖延一阵。黄木匠重重拍这门，掌心也染上墨迹。他盯着掌心，眼中的红光渐退。墨斗，要是挡不住呢？我点8根蜡烛，8面镜子折光增强亮度，再用1镜反射照他眼睛，一黑一亮，他至少半分钟看不清。然后呢？笨。然后我锁住他4肢，你立刻喂药。爷爷，快撑不住了！爷爷，进来了！来得好！爷爷敏捷绕到黄木匠身后，猛地反扭住他的胳膊。初一，喂药。多谢老先生，不然我命休矣。不好，小婉出事了！我和爷爷急忙跑向隔壁，看到小婉一手攥剪刀，一手拽下一绺头发。娃娃叫，头发掉，剪一圈，磨刀，剃光光，姥姥笑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不该啊，他服过药，误障余毒怎么还在？爷爷走到桌边，盯着碗中剩下几粒米，捻起一粒嗅了嗅，脸色骤变。这米不对，里面带毒。爷爷，先救人啊！爷爷立刻掏出瓷瓶，捏住小婉脸颊，把药灌入。片刻，小婉眼神渐渐清明，吓得手一抖，把剪刀扔掉。小婉一脸惊恐，抱着自己肩膀，声音颤抖：“剃头匠，一定是剃头匠来了。他5天前进的村，神神秘秘的，男是女都分不清，白天不见人，晚上就上门剃光头。凡是被他剃过的，不是第2天出事，就是直接失踪。剃头匠这行吃百家饭，走百家路，靠手艺混口饭吃。按理不会干这种事，莫非他也中了误障？不错，但误障该随风消散，不该长久笼罩，更不该连外来人都受影响，甚至米粮里都有毒，这里头必有古怪。爷爷，先别管原因了，得先找到剃头匠，不然小婉就危险了。明早去后山。在和爷爷去后山的路上，我憋不住内急，解开裤子撒尿。啊，舒服。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内急。懒驴上磨屎尿多，快点。味道怎么样？火气大，咸了。谁在说话？快走，天都黑了。来了。尿到人家头上，不道歉，真没礼貌。祝你霉运当头。我猛地回头，只见那口水缸不知何时已立到了路中，一个黑袍女人缓缓爬出。迷雾村的人都该剃头。妈呀！我和爷爷边跑边躲，看到不远处一座残破庙宇。爷爷，那边有个庙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老话说，宁速荒坟，不入破庙。荒坟尚有人祭祀，庙废无人管。狐狸、黄皮、刺猬、毒蛇，全往里头钻，招惹上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送命。不就一破庙吗？哪有那么邪乎？我先进来给你看看。孽障！我踏进破庙，破庙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突然一块砖头从暗处砸来，正中我的头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身披白布，呆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一个红衣女子手执剃刀，在一块皮子上滋啦滋啦磨刃。娃娃叫，头发掉，剪一圈，磨刀，剃光光，姥姥笑。燕青瞪大眼睛，惊恐僵硬，眼见脚边落下越来越多的头发，猛地一咬舌尖，喷出一口血。我一路狂跑到村口，忽然被一只手死死按住天灵盖，爷爷3指扣定，金针一闪，刺向我的天灵盖。定神！爷爷，我是不是遇上剃头匠了？眼前一黑，再睁眼就是个红衣女人剃我头。遇见个屁！你小子一头撞进去，我拽都拽不住。可我明明都看见了。哼，这庙里全是野狐、黄皮子，拉屎撒尿的，许多动物尿液都有致幻性，你一吸，立刻中招。我赶紧摸摸脑袋，
发现头发还在，嘿嘿，还好。天快黑了，剃头匠多半会夜里来。走，先回去布置。一回到家，爷爷就把一辫子蒜挂在脖子上。爷爷，这蒜能顶什么用？大蒜辛辣，提神，一脚力醒。提神顶啥用？又不能打他。蠢！剃头匠既然屡屡得手，不是借黑夜，就是靠蛊惑。若她真是女的，3更上门时，男人熟睡，最容易找到。到时候你就嚼蒜，不光你醒，还能熏得他清醒。那要是他还有邪术呢？4更若他不死心，你就拿柳枝狠抽。老话说，柳枝打祸害，一打3年忌。别问，开门就打，直到他蹲的求饶，再放他走。放了他，要是回来呢？放心，他既能剃头，说明中毒未深，仍存神智。蒜熏柳打，必能压住邪性。我再披上白布，诱他对我下手，你趁机喂药。夜里，我心慌的坐立难安，在屋子里不停乱转。后生，你瞧我美不美？美，美得很。我和那女人十指紧扣，缓缓走进屋内。我察觉到不对劲，偷偷用手拧自己大腿保持清醒，痛得咧嘴。你抓疼人家了。我趁着清醒，趁机把大蒜塞嘴里抿嚼，辛辣味直接冲上脑门。我假装沉醉，眼睛闭上，在女人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我猛地睁眼，张开嘴，一口蒜气喷在红旗袍女脸上。吓死我了！我直接开门，一柳枝狠狠抽下去。红衣女抱头惨叫：“臭！臭！滚！”不剃头的人都得死。姑娘，来，给我剃剃头吧。娃娃叫，头发掉，剪一圈，磨磨刀，剃光光，姥姥笑。姑娘，累了，喝口水吧。老先生，我怎么会在这？我记得只是讨了一碗水喝，之后就迷迷糊糊，每到半夜给男人剃头，还要把他们带到后山。果然是水源有毒，怪不得小碗吃米饭余毒复发，根子在水。黄米饭、白米饭，盼你吃完莫相见。什么人？黄米饭、白米饭，盼你吃完莫相见。人生不止一处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我和爷爷急忙出门，就看见接生婆端着一碗白米一碗黄米，木然往前走，身后一队村民神情呆滞。黄米饭、白米饭，盼你吃完莫相见。接生婆，她不是跳井死了吗？不，她骗了我们所有人，她才是迷雾村这场祸乱的源头。小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从7天前说起。那天半夜，接生婆李老太被任老爷家的管家请去接生。接生婆，接生婆，谁呀？我是任府的老管家，少奶奶要生了，请您去接生。夜太黑，我这老眼看不清山路，你去镇上请稳婆吧。羊水都破了，去镇上来不及了，您就走一趟，赏钱管够。那你等等。夜黑路滑，你可得跟紧了。山路雾浓，黄纸飘飞，接生婆的步子踉跄，忽然摔倒在地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绊了一下。接生婆抬眼，骤然一惊，老管家竟是脚尖点地，踮着脚走。走不动了，那我就背你。他俯身将接生婆驮起，一路小跑将接生婆背到了人家。接生婆到了没多久，产妇就要生了。片刻后，接生婆疲惫地走出，老管家手里提着2个小布袋迎了上来。辛苦了，老爷让我问你是喜欢白米呢，还是黄米呢？我白米。白饭多食，老不长寿，儿孙留不住。那黄米。别怕，都是你的，回去让全家都尝尝。老管家把米袋硬塞过去，又摸出一把黄豆瓜子塞入接生婆怀里。接生婆脸色惨白，点头应声，急忙逃离。接生婆回到家里，就将米袋往地上一扔。哼，首富人家打发叫花子，几斤米，1把破豆子。接生婆随手从口袋摸出豆子，才发现竟然全是金光闪闪的金豆子、金瓜子，双眼放光，狠狠咬一口，是金子。
小婉说完，我也震惊了。金子，那接生婆一家不是要发大财了？没有，因为第二天早晨，接生婆儿媳煮饭时，一头栽进米汤里死了。米汤沸腾，儿媳妇扑倒在锅边，毫无声息。接生婆冲进来，惊恐瘫坐。事儿还没完，接生婆的儿子正在水缸边舀水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跌入缸内。儿子出事了！接生婆扑上前，却见儿子已然趴在水缸里一动不动。接生婆目眦欲裂，失声尖叫。小婉说完，我们都沉默了。爷爷很快就做出了推断，原来水源在7天前就出了问题，接生婆一家吃下米与水，才中毒发狂，接连惨死。所以他自己也不清楚是米还是水的问题，就散布谣言黄米白米，吃完不相见。今天正是他儿媳死后的第7天，他要借着7日头，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拉下水。糟了，快走！我和爷爷赶到井边，发现井边整齐摆着7、8个大水缸，每个水缸里蹲着一个村民，面色呆滞。接生婆依次给他们嘴里喂米饭，后面村民排队张嘴等着被喂。黄米饭、白米饭，盼你吃完莫相见。爷爷，这么多人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先别动，看看他要做什么。接生婆喂完，忽然转头，诡异一笑，猛地扑向井口，扑通跳了下去。坏了！快看，是肚朝天还是脊朝天？爷爷，是肚朝天。糟了，肚皮朝天，力大无边，不救上来，他能把你拖死在井底。快下去！我怕，要不，爷爷你下去吧。行啊，那你就把这几缸村民都治好。我看见水缸里的村民齐刷刷转头，眼神空洞盯着自己，吓得直打摆子。我下去，我下去。爷爷，你可别忘了找绳子拉我啊！快去！爷爷走到缸前，双手结印，用金针定神，3根手指按住村民脑袋，一手拿起药瓶给村民灌下去。啊，爷爷，他咬我。忍着。爷爷，他要把我拖下去了，喘不上气。跟他嘴对嘴，互相渡气。爷爷，你要是不来拉我，我就死里面了。爷爷终于救治完最后一名村民，飞奔到井口，往下一看，心头一沉。糟了！爷爷急忙解下腰带，垂到井下，却还是够不着我。都看什么呢？还不快把腰带解下来！村民们纷纷解下腰带，绑成长绳。先绑住接生婆。村民合力拉拽，将接生婆拖上来。定神。众人又合力将差点断气的我拉上来，累死我了。儿子啊，是我害了你们！任老爷也从远处跑来，扑通跪倒：是我害了大家，我任家开工厂是想让村里人多挣点钱，谁知工人失误，污了水源，反把乡亲们害了。原来是你搞的鬼！全是我的错，我已让家人献出全部家产，另开新井，补偿众人。我愿亲赴官府，请罪伏法，是打是杀，任凭处置。你是非善恶，自有官府与村民评断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爷爷，能不能再等等？你又想干嘛？想到小婉漂亮的脸庞，我又是一阵流汗。我想去找小婉姑娘，嘿嘿。